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手提式砂轮机使用的砂轮片，然后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使用的经验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些手提式砂轮机使用的砂轮片。这些都是刚好我手上有的，然后顺便就是来跟各位介绍一下，然后分享一下这个使用的经验。手提式砂轮机其实它有很多用途，最主要的3大用途就是切割、研磨跟抛光。为了达到这3个目的呢，我们就必须要安装不同的砂轮片。手上这些呢，主要我就把它分成研磨跟切割2种。右手边这边都是研磨类，这一排呢就是切割类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切割的部分。切割类比较常用的，我们又分成切割金属跟切割石材。石材又包括混凝土，就是一般水泥，还有石头类的、大理石之类的。金属跟石材呢，会使用不一样的砂轮片。我手上的切割片主要就可以分成3类。这种是切割金属的，这种是切割石材，这种是综合型的。一般来说，切割金属的呢，它的片质都会是比较薄一点。它这上面会标注就是金属用的。切割金属的跟切割石材的不能混用。切割石材呢，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一种专门切石材的。它基本上设计会跟这种金属的不太一样，材质也不同。我这边会有2片，主要是这个厚度不一样。这一片比较厚，这一片比较薄。比较厚的呢，它这边一般会有这种设计，主要是让你排屑用的，把你的石材或者混凝土的屑给排出来。这种比较薄的，我是买来要切那个瓷砖跟瓷砖之间的那个缝隙用的。因为有的瓷砖跟瓷砖的缝隙比较小，所以如果使用这种比较厚的，有可能会切到瓷砖。这种通用型的呢，主要设计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切。边上这个是金刚石的，基本上金属、混凝土、木材、PVC 它都可以切。它主要是拿来切那种复合式材料的东西。如果说切割金属的话，它这一种的会比这一种金属切片呢安全许多，因为金属切片呢，它这个有破裂的风险。那像这一种的复合式的呢，它只有边缘有一圈的这个金刚石，这边都是铁的，所以它并不会有破裂的风险。但是这种的呢，它的厚度会比一般的金属切片来的厚，所以这个切金属的话，效率会比专门切金属的效率来的低一点。市面上还有卖一种专门切木头的砂轮片，那一种危险性非常高，建议各位千万不要安装锯木头的砂轮片。所以如果不是手的话，又觉得砂轮机比较危险，可以考虑使用这种通用型的锯片，它所有都能切，而且它没有破裂的风险。讲完切割的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研磨的。混凝土或者石材的研磨呢，就是比较单纯，它的研磨片会长得像这个样子。这个也是有金刚石在里面，它就可以研磨这个混凝土跟水泥。金属的研磨呢，选择就会非常的多。那我们又可以分成粗磨，跟后面的这个细磨2种。粗磨的部分，我们又可以分成有2种情况。一种就是我们磨呢是要把金属给磨掉，那我们就需要选用粗磨的，类似像这种，然后又可以把金属磨掉。有一种粗磨呢，我们并不想要伤害金属的本身，只是想要把表面的氧化物啊、生锈或者是油漆去除掉，那我们就可以选用像这种的。我们来比较一下，这种粗磨呢，就会把金属本身研磨掉，磨出你想要的形状出来。那一般它的厚度就会比较厚，然后这个很硬，非常的硬，所以它可以把金属磨掉。那各位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金属的这个切片呢，以这种切片来说，薄型设计的，它就是只能做切割，不能做研磨。千万不要把你的工件放在这个边上，这样子让它研磨，因为呢，这样很容易导致这个切片的爆裂，就会非常的危险。如果你想要粗磨又不想要磨掉金属本身的话，你就要选用类似像这种，一般人家叫做黑轮的，或者像这一种紫色的，然后有的人叫它紫金刚。这2种都很适合做除锈跟除漆的工作。最大的区别呢，就是黑轮它比较软一点，这个紫金刚呢它比较硬一点。软一点的相对来说，它就是更不会伤害到金属本身。
有的时候有一些锈呢非常的顽固或者油漆比较顽固的时候，这种软的呢效率就会比较差。这两种就是一个软一个硬，然后可以视情况选择需要的。这种纱布轮呢也是可以拿来除锈或者除漆使用。一般来说会有比较硬一点的跟比较软一点的。像这种的纱布轮呢，它会有号数的区别，号数越大呢它会越细。出模之后呢，我们就会使用到像这一种的细模的。细模之后我们就会使用到这种抛光的。细模的部分我比较喜欢用像这种菜瓜布材质的，就是比如说你用这种黑轮把表面生锈的部分去除掉，或者是油漆去除掉，那你想要让表面看起来更有光泽的话，或者有一些比较粗的刮痕的话，我们就需要使用到这种细模的。这一种呢，这种材质是比较硬的，那我个人是觉得比较不好用。我用起来呢，像这个牌子的，它的这种菜瓜布轮呢，我是觉得效果蛮不错的。那它这上面会有写是金属使用，它这个也有号数的差别，像这就是120号、220号跟400号。一般我们研磨都是号数少的先磨，因为号数少的比较粗，最后会再用号数多的呢，再把比较粗的痕迹呢给磨掉，让它变得更光滑。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反面，这一款我个人使用的还不少，比较好用。如果细磨完了之后，你需要抛光的话，那我们就会需要到这种布轮，一般会使用到这种棉布轮，这种是布的材质，这一种是羊毛的材质。这一种也是羊毛轮，它本身是白色的，因为我上面有一些研磨膏，所以看起来不是白色，但是其实它是白色的羊毛轮，但是它是平面的。那像这一种呢是立体的，它是这样子站起来一片一片的。我个人是觉得这种立体式的比较好用，这种平面式的呢，多半是使用在比较大范围都是平面的时候才能使用这一种的。你如果是那种有弯弯曲曲的这种平面式的羊毛轮就不好用，就需要使用这种立体式的羊毛轮。以我个人来说呢，我用的这一款是用的比较多，那我觉得它的效果还蛮不错的，各位可以参考看看。再加上一些亮光膏啊，或者是研磨膏，那不锈钢之类的呢，都可以打磨得非常的亮。比如说像料理台啊，它就会有很多不锈钢的部分。我们今天这个手提式砂轮机的研磨片呢，就简单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